这里的女人可能同时拥有2个或3个丈夫，生下的小孩也会有几个父亲，不讲究谁是谁亲生的。我们以前的这个习俗的话呢，2夫1妻很和气的坐在一起，这种很难想象一夫多妻在民国时就开始消失，而一妻多夫在当今依旧存在。这里就是位于四川凉山墓里的鹅亚大村。更好奇的是，究竟多么特殊的环境才能孕育出并保留如此古老的风俗，至今时今日？你好，申楠。哎，导航到鹅亚大村。鹅亚大村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其实是很边缘化，也很尴尬的。尴尬的点在于，它要去到它所在的这个州的政府州府西昌700-800公里，开车都要10个多小时。打开中国的卫星地图，在西南方有一块颜色最深的区域，在这里巨大的汉字川被写在了大地上，而且它还是立体的，这就是地理书中山高谷深的横断山区。鹅亚大村就在川的中间，被很多道南北走向的山包围住，想要往东或者往西去往附近稍大的城市，可能直线距离只有几百公里，但开车却需要惊人的10多个小时。开了1下午了，有点困了，休息一下，按摩按摩。现在我们下车看一下我们对面的这一座山。这一座山其实坡度非常的大，但是这一面坡上呢分布了好多的房屋，都是很零散的分布在这些山间。我刚刚地图上导航了一下，这些房屋离我现在所在的距离大概只有直线距离只有600多米，但是呢，如果我要开车过去，我得绕到大概10多公里吧，才能去到对面的这个离我600多米的这些村子里。这还是现代社会咱们有桥有路的情况下都这么的不方便。如果说咱们想想在古代这种村子，那它肯定不会就有非常密切的往来。在横断山区里自驾，会看见很多奇怪的村子，他们有的在山腰上，有的在山顶上，行驶在山谷里需要抬头才能看见，就好像是天上的村庄，就好像他们根本不需要下山，不需要考虑方不方便。这一路上全是山路，弯道又多海拔落差又大，对于这个不经常开山路的人来说，需要非常小心。开快的话容易翻车，开慢了这个弯道还转不过去。但是我现在呢，开1天我感觉还挺轻松的方向一打，轻松就上去了。开1天呢也不太累。总算是到了这个鹅亚大村了，世界仅存，中国唯一，这口气不小鹅亚大村看上去还是有点东西很多村子的房子都是每家每户单独的独栋的房子，但是鹅亚大村我们远看，每家每户的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远远看上去是一个整体。这里是现今仅存的完整的传统纳西族村落。我现在就在一户人家的阳台上。以前说起那个纳西族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丽江，但是这个鹅亚大村的这种感觉好像和丽江的房子风格不太一样，相当于说丽江的呢可能是属于叫2.0时期的，是更新更时尚的版本，这里是属于1.0版本的，是更古老更传统的这种风格。车子进不去，进不去。那如果要背点东西上去，就是那个骡子，是不是？骡子的头上去。人背上去。人背，要么就是骡子驮。任何现代的交通工具全都进不来，路也很复杂，经常一不小心就钻进别人家里。村子里的路线还是挺复杂的，好几次都是走到别人家屋里头去了，我才知道我走错了挺尴尬的。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屋顶全部是相连的，古代万一有这个其他部落的敌人打过来了，他们能够从各家各户的房子里面走屋顶，迅速的集结在一起去进行防御。防御措施上来说，它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古堡。好奇那个一妻多夫，70年前的80%都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70年代之前，对，以前就是交通这些方面很不方便，像教育什么都非常的困难。这种火婚这种情况的话，它一般就是主要就是家传不外流嘛，很和气的坐在一起。这种当时的条件还是比较困难嘛。我们以前的这个习俗的话呢，2夫1妻或者1夫2妻，有2兄弟的话，一个在这个亲戚里面搞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个在山上畜牧这个样子的。就像是他们兄弟2个，他有分工的是吧？对，一个比如说可能在外面不经常回来，然后一个在家里就务农这样。在以前咱们村子以前也是以种地为主吗？还是说也有放牛放羊这些？整体的这个土地面积还是比较少，它能养的也不多，环境导致的。对。村里人说，找到一个制高点，看看鹅亚大村的全貌和周围的环境，就自然能够理解这里似乎与外界全然不同步的古老与传统了。
以前我就不太喜欢开这种路，不仅开不快啊，人颠簸起来也挺难受。但今天开起来就很容易啊，很轻松，就马上到山顶了。远眺鹅鸭大村，全村房屋连成一体，似乎也与大山融为一体。这幅景象也成为了关于一夫多妻最好的解答。对面这个山坡上呢，就全部是鹅鸭大村的土地，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出他们的土地啊，全都是在还挺陡的山坡上，而且这些土地的面积就算平摊加起来的话，面积也不大，所以说这些土地要养活这么一个村的话，还是挺困难的。也就是刚才村民跟我讲，他说如果说在过去本来这个种的粮食都不多的情况下，每家每户有兄弟结婚都要去分财产的话，这些土地就是连家里的一家几口人真的就养不活。由于生存环境的艰难，个体的人、单个的家庭都太弱小，只有尽力连接成大的家族，拥有尽量多的家族成员，才能在这样的大山里获得生存的底气。进入互联网时代，鹅鸭大村不再与世隔绝，不再闭塞，一妻多夫的现象已经在走向消失。村里的年轻人通过直播，将这个传统古老的纳西族村落宣传到了世界各地，在传统的男耕女织之外，探寻到了新的生存方式，也有了选择生活的自由。这便是一种新时代给予的底气吧。离开鹅鸭大村，我将继续西行，深入横断山脉的另一重褶皱，探寻更多这片土地上的奥秘。